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丁程鑫绷带手误伤谭健次，一胳膊肘夹出年度最佳综艺名场面，真实反映笑疯了。丁程鑫的右手上边缠着那条白绷带呢，就这么一只带伤的手，把谭健次给弄到了表情管理，当场就下班的那种程度。节目是在录制的间隙里边。本来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在那待着，谭健次低着头正在捣鼓那个任务用的道具，他的眉头是拧着的，看起来挺认真的样子。丁程鑫从旁边的位置凑了过来，大概的意思是想搭把手帮忙，帮他调整一下那个道具的位置。他的胳膊就这么一抬起来又一放下去，当时也没有多想什么别的事情。结果他的手肘就正好硌到了谭健次的手臂上边，就这么样的一下子，你但凡是有看过那个慢放的片段，那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疼到了忘记还有。镜头在拍的那回事，谭健次的那张脸，前一秒钟还是偶像剧男主的那种端正模样，后一秒钟就直接失控掉了。他的眉头不是普通的皱起来，而是拧成了一团的疙瘩形状，他的眼睛瞪的是溜圆的状态，嘴巴也是合不拢了的，整个五官的样子就好像在说着什么玩意打了我这句话。他手里的那个道具也差一点就脱手飞出去了，这种身体上的反应那是演不出来的情况。你要说演员是可以演疼痛的，是可以演皱眉头的，也是可以演捂住手的，但绝对演不出那种完全就没有防备的错愕感觉。他脸上的肌肉不是按照剧本的安排去走的，而是被神经发出的信号直接就给拽走了的。就只是那1-2秒钟的时间里边，谭健次就已经不再是屏幕上边那个游刃有余的样子了，他就是一个被夹疼了的普通人罢了。顺便就再说一句，根据现场花絮那边透露出来的消息，谭健次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好像也有他自己做出来的成分在里边。有人说是他自己感觉到好奇，想要知道被夹那一下到底会有多疼，所以主动凑过去让丁程鑫试一试的。结果就是好奇害死了猫。丁程鑫那只手上边还缠着绷带呢，但是他手劲这一块可是一点都没有含糊的。这一下结结实实的就砸了上去，换成了是任何一个别的人，那都得猛掉。谭健次在这边还没有缓过劲来，旁边的人却已经先笑未尽了。人的笑点这个东西有时候是挺统一的，那就是越惨的情况就越会觉得好笑。尤其是惨的那个人，是平时特别体面的那种人。丁程鑫站在旁边的位置，他的手还悬在半空当中，脸上边的表情是一副我真不是故意的那种慌张样子，但是他的嘴角却已经压不住了。谭健次捂着自己的胳膊抬起了头来看他，眼睛里边写满了委屈的情绪。丁程鑫回看他的那个眼神里边写满了对不起，但是真的好好笑这句话。两个人就那么样对视了2-3秒钟的时间，一个的表情是气鼓鼓的，另一个则快要憋出内伤来了。那个对视的样子让人感觉特别的熟悉，那不是节目里边那种客客气气的同事关系，而是你跟你的发小干完了坏事之后，互相推卸责任之前的那一瞬间。谭健次和丁程鑫这两个人本来就处得跟哥俩似的。之前有那么一回，谭健次听说了丁程鑫想吃淀粉肠的事情，他就直接给定制了一款完全没有肉，全部都是淀粉的专属款给送了过去，就冲着这一份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劲儿，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一直都是挺自然的。这一次被夹的事情，反倒是在这种自然关系里边跑出来的意外笑料。熟人局的这种不设防状态，才能出得了这种名场面。这一段被翻出来慢放了之后，热度就一路没有刹住过。
谭健次表情失控，这个话题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就飙上了热搜的位置。评论区里边清一色的都是笑到肚子疼和我看了20遍这类的留言。你发现没有，这个节目本身所设计的游戏环节到底是什么内容？已经没有人在关心了。大家讨论的全部都是这一段计划外的几秒钟时间。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个例，综艺节目在这个圈子里面真正跑出来的名场面，十有七八都不是写在台本里边的。唐九洲在泳池边被延安吓得连滚带爬的那一幕，全程都没有一句台词设计，纯粹就是被吓出来的那种生理反应。刘宇宁有一次录制节目也是直接往地上一躺，那不是为了作梗，就是累到了不想再装了。结果观众对于这一套吃得很死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因为现在的综艺节目有太多都把什么都给算好了，什么时间点抛什么梗，谁跟谁去组 CP， 第几分钟应该出现笑点，这些东西跟数学公式一样的精确。观众又不是傻子，你是不是在演，大家心里边都门儿清。而那些突然就出现的翻车场面，被夹到的，被吓到的，累到瘫在地上的，反而就成了最值钱的镜头内容，因为这些情况是装不出来的。再说回到谭健次和丁程鑫这两个人，那一段对视的画面被剪出来了以后，有很多人就在下边刷着这俩人是真熟这样的评论。其实比熟更加值钱的东西是放松这个状态，只有在足够放松的人面前，你才敢在被夹到了之后满脸委屈的去瞪着他，也只有在足够放松的人面前，你才敢在把对方给弄疼了之后还憋不住笑出来。那种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去解释的默契程度，比什么我们关系很好的那种采访内容都要管用得多。现在的综艺节目越做越满了，场景是越来越豪华的，嘉宾是越来越大牌的，流程也是越来越复杂的状态。但是观众所能记住的东西，反而是那些露出来的，没有被算进去的边角料内容。谭健次那张失控的脸，丁程鑫那只缠着绷带的手，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又好笑的又温暖的对视，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写进台本里边的，因为它本身就不规整。不规整的那些东西才更容易让人记得住。说到底，一个观众打开综艺节目，图的就是那一点真的东西。你给我看工业糖精那种东西，我看3分钟就划走了。你给我看一个人疼到五官都离家出走了，我看30遍还觉得不够。你上一次在综艺节目里边笑到了拍桌子的程度，是因为节目组精心设计出来的包袱，还是某个人猝不及防的那一下子翻车？